看，这是爱琴海。现在是土耳其时间6:20，我们现在在等爱琴海的日落。现在已经到机场了，要去找我爸爸妈妈会合。我们开始排报到之后，才过大概10分钟，队伍就变爆炸长，变得那么长，那么长，真的，就这里耶。我们刚刚才只到这边而已。我们挂完行李，我们现在要去那个入境检查，谢谢。A few moments later， 大家知道我刚刚做了什么事吗？应该看得出来吧？我刚去卸妆，然后我现在在干嘛？我现在敷面膜，鱼腥草面膜。飞机是很干的，很可怕的。因为这次是第一次搭土耳其航空的飞机，所以来简单开箱一下飞机上有什么。首先就是每一台飞机都会有的耳机，然后还有每一台飞机都会有的毛毯。它的毛毯是会直接放在你位置上给你的，不用自己额外跟空服员要，我觉得这点很棒。然后毛毯闻起来没有任何怪味，是一个舒服的味道，很适合直接睡觉。再来，我觉得最惊喜的是，身为一个平民坐的经济舱里面竟然会有过夜包我不知道现在是不是每一家长途飞机都会有过夜包，因为我几年前搭国泰航空是没有过夜包的，所以我不知道这几年有没有，但是土航的经济舱有过夜包，然后拉链有点难开，不然就是我手比较笨。过夜包里面有一支牙刷，但它刷一次就开花，就是堪用。再来还有饭店的那种纸拖鞋，我觉得这很贴心，因为应该没有人想要10几个小时都穿在自己的鞋子里面，那肯定很臭。然后接下来就是这个过夜包的 MVP， 就是我手上这一支护唇膏，它真的超爆炸好用，我出生到现在从来没有用过那么好用的护唇膏，它到现在我还是非常的珍惜节省的在用这护唇膏，它真的是油脂非常的丰富，在上口红之前擦着护唇膏就会变成嘟嘟唇，我现在直接快变美妆节目，所以我要克制一下。然后这个过夜包还有附耳塞，我觉得超级实用，因为我个人觉得在飞机上面那个引擎的声音实在是很吵，很难入眠。然后这个过夜包还有附免洗的袜子，真的是超级齐全的。然后还有再附一个眼罩，所以完全就是可以舒服的过夜。那开箱完过夜包，就来开箱飞机餐。飞机餐使用的餐具是不锈钢餐具，这点我觉得很喜欢，质感比免洗的还要好很多。然后配餐就有沙拉、面包、巧克力蛋糕，然后还有一个蔬菜盘。主食的部分是饭加上三色豆，然后主菜是煎鸡腿鸡翅。个人觉得以飞机餐的水准来说，非常的好吃。可以的，是合格的。要饭吗？肉跟饭都合格，而且它的饭不会湿湿黏黏的，这很重要。吃完的感想是，其实肉和饭都比台湾目前几家主流的航空公司还要好吃很多。个人觉得至少是有超商微波便当的水准。讨厌三色豆的人心脏会爆掉。讨厌三色豆的人会疯掉，因为它的饭里面有三色豆。反正就是有符合超商的很多微波便当。吃完第一餐飞机餐之后，因为饮料有咖啡，然后我就跟空姐要牛奶，想要加咖啡喝，然后我以为他会直接帮我倒，就他给我一盒土耳其的牛奶。然后在经过大概5-6个小时的浅层睡眠之后，又要吃早餐了。早餐选择的是蛋沙拉，然后主餐里面有马铃薯蛋沙拉跟小黄瓜和一颗番茄，然后副餐有水果盒，然后沙拉盒，然后还有一颗面包和果酱。然后我现在剪片的时候才发现，我的表情看起来好像这个早餐很难吃，但其实蛮好吃的，所以我只是单纯没有睡饱而已。它的蛋沙拉的味道我很喜欢，马铃薯的味道我也很喜欢。简单来说，我觉得土航是我目前搭过的航空公司里面飞机餐最好吃的航空公司。A few moments later， 现在感受怎么样？
还好啦，我觉得跟我们的那个山腰差不多，目前还蛮舒服的。我们在伊斯卡岛机场下飞机之后，我们就要等着转乘国内班机到伊兹密尔去。伊斯曼、伊兹密尔都是差不多，刘海。这是国内机场，应该是搭那个接驳车去坐飞机。我们过去只要1个多小时就好。搭国内飞机啊，很冷哇哦！我觉得新竹的寒流赢还是赢？我觉得比我想象中的。我觉得新竹的寒流依然是赢啊！我现在没有穿发热衣我那天，你知道我那天有穿发热衣，然后还有穿羽绒衣，我还是觉得很刺激。但我现在就是觉得冷而已。1个小时内的国内航班也有练习可以去。然后我很意外，这个看起来蛮正常的面包也超好吃那个火腿是有厚度的，那个香气很棒，起司的香气也很棒，然后面包烤得松松软软的，土航对食物真的是真心的。然后吃完这个好吃的三明治，我们就下飞机到伊兹密尔啦。这个时间是当地的早上9点钟，土耳其的时差是比台湾晚5个小时的。我们的水在把自己的皮画上去。这个要喂，大概就是1个小时15分钟左右。我们去一个圣母玛利亚之家，它也是世界文化遗产的范畴。And finally, eventually, he published a book. 我们现在到了第1个景点了，在哪里？圣母玛利亚之家。圣母玛利亚之家教堂里面不能拍照，那边是可以点蜡烛的，待会考虑等一下。意义跟庙里上香差不多。圣母玛利亚之家内部不能拍照，它其实就是一个小小的小教堂，然后有圣母玛利亚的神像，然后只要捐1美元就可以拿蜡烛许愿。那我就拿这个蜡烛来许愿，然后现场因为没有点火的东西，所以我也不知道该怎么点火，我就借别的插在那边的蜡烛的火。这个点蜡烛许愿的意义，我觉得跟我们台湾自己烧香拜拜还蛮像的，就是点蜡烛，然后要说话给神明听，然后许愿给神明听这样。只是圣母玛利亚之家这边是点蜡烛，我们是点香而已。这边有好多羊呀，好可爱哦！很多绵羊还有一些山羊，对，安哥拉绵羊。看出来运动午餐的主餐是每个人1条鱼，然后剩下的食物就是 buffet 都是自取，有很多种，有肉啊，有一些煎饼啊，蔬菜水果，还有pasta 主食之类的。然后那个豆豆，我原本以为是之前英国人很爱吃的那种罐头豆，但它其实吃起来很像台湾的皇帝豆的那种口感。然后煎饼看起来稠稠的，但其实很好吃。鸡腿的部分肉很 OK， 很好吃，然后鱼也烤得很香。然后我真的要说，有一个缺点就是我真的不喜欢土耳其的汤和饭，因为他们汤实在是浓稠到一个爆炸，喝了很腻，然后饭里面还会偷加盐巴，所以当你吃他们的主菜觉得有点咸要配饭的时候，饭又会让你再咸一次。猫咪。猫咪，吃完饭后，我们就去一个很重要的景点——以佛所圣经古城，或是叫做埃菲索斯圣经古城，2种用法都有人用。然后它的门口有超多可爱的猫猫和狗狗的。我在土耳其真的会很不受控的一直拍一些猫咪，因为它们真的到处都是猫咪，而且可能是因为天气很温驯的关系，它们长得好可爱，然后毛也很蓬蓬的，超可爱的。然后埃菲索斯圣经古城是全世界最大的露天博物馆，它是在希腊罗马时期留下来的一个遗址，但是因为地震的关系，所以现在只有碎石头可以看 ，sad。那个头是美杜莎。美杜莎它其实也是被雅典娜。
以弗所古城在罗马时代的时候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城市，然后它的结构里面有阿蒂米斯的神殿，阿蒂米斯就是希腊神里面的月亮女神，还有图书馆和剧院，剧院就是露天的，然后就是以前罗马人喜欢看一些竞技之类的表演的地方。哦，这个是以前旧的剧院，那种罗马式的椅子。Get from 2nd century BC. Very well preserved. 他开玩笑，他说那只猫也是西元前20世纪就有的。Yes。哎呀，哇，这里的猫哎，好可爱哦，快受不了。又要带回家了，带回家，带回家，带回家，这橘猫长得太美了，每一只都带回家，花也不吃了。然后这个遗迹就是在这个古城当中最著名的其中一个遗址，叫做塞尔苏斯图书馆。它现在就只剩一面墙而已了，然后墙外面有很多的希腊的神像。然后这个图书馆是大约西元100出头年的时候罗马时期盖的。塞尔苏斯图书馆也被认为是一个建筑奇迹，是罗马帝国内仅存的希腊罗马时期古图书馆建筑的代表案例。然后这个图书馆是在西元262年的一次火灾中被烧坏的，然后这火灾可能是因为战争引起的，结果之后又在西元10或11世纪左右发生地震，所以就变成了现在这个样子。然后再经过1970年到1978年考古学家努力的修复之后，变成了今天我们看到的这一面墙。做完不专业的小科普之后，我就分享几张在这个以弗所古城里面拍的超满意的一些照片。离开埃菲索斯古城之后，我们就来到一个库萨达西的一个小景点鸽子岛，然后隔着这片爱琴海对面不太清楚有点雾雾的那个地方就是希腊了。然后结束这一个行程，我们就回饭店了，太感动了！我们已经整整2天没有洗澡了。都洗个澡。我们的饭店先看一下我们的预测的部分。然后这是淋浴间，就是一般的淋浴间，但是空间还蛮大，应该是一般平价饭店淋浴间的2倍。进门之后这是衣柜，然后放行李的地方，然后化妆桌，哇，舒服诶，它的化妆桌很舒服。然后2张单人床，空间很大，然后可以落地窗。现在在饭店的阳台，风景超漂亮的，给你们看，超级夸张。看的是爱琴海。哇，然后是他们一般的社区，他们房子都长得超方方正正的，超级整齐。因为风景实在是太漂亮了，然后因为当时5点多，我们就决定要等这个日落。现在是土耳其时间6点20分，我们现在在等爱琴海的日落。这边天色已经暗下去了，现在太阳在云层的后面，很美。那边有一只小黑猫在跑，这真的是我们11天8夜，也就是说实际玩是9天8夜的团费，58000注重品质的饭店，认真吗？然后来欣赏一下我跟我弟录了40分钟的说时日落的瞬间，我真的觉得超级漂亮的，觉得这一路以来奔波过来的心力都值得了。最后结束这一天呢，当然就是饭店丰盛的 buffet 啦，而且还时不时会有猫咪陪我们一起吃饭，超级可爱。这就是我们到土耳其的第一天所发生的事情。我们飞了10几个小时到了伊斯坦堡之后，又飞了1个小时的国内班机到伊兹密尔。下一集会分享深往内陆去棉堡和孔雅的旅游体验，大家继续订阅关注哦。